手中有派，走遍世界，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在这里每天都有派的资讯，带你了解派 Network 的最新进展。在开始之前，麻烦你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本期节目精彩看点：一、核心团队3月22日发推文，在主流区块链媒体 NewsBTC 上公布 Pi Network 在过去1年中取得的惊人增长。二、核心团队3月21日发推文，派网络安全警告。三、尼古拉斯在开发者频道回答派有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天都有什么好消息。核心团队在美东时间3月22日15点30分发推文，推文这样写道 ：Pi Network 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其中充满了成就，实现了其路线图目标，并提高了网络的实用性。查看这篇 NewsBTC 文章，其中介绍了派在过去1年中的成就。下面让我们打开推文，推文链接到 NewsBTC 网页。我们进入的这个网站是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新闻网站。在文章的最后非常明确的这样写道：开放网络，在发生大规模主网迁移并且派生态系统充分发展后， Pi Network 将进入主网开放网络时期，将防火墙从封闭网络时期移除，这将允许外部连接，例如连接到其他网络和想要连接到 Pi 主网的任何人。移除防火墙将允许直接访问区块链，社区主网 Pi 节点将能够运行主网区块链。Pi 官方把1年来取得的进展发布到公开媒体，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信号。Pi 即将要横空出世， Pi 就要正式登上币圈的舞台。第二个消息，美东时间3月21日，核心团队发了一篇推文，推文的题目是保持安全，先驱者。请记住遵循这些有关 Pi Network 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诈骗和可疑活动的指导。我们把下面的配图翻译一下。Pi 网络安全， Pi 通过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免费开采。封闭主网时期，所有挖掘的 Pi 只能从 Pi 的应用程序中获得，所以不同链条上的销售或者流动资金池都是骗局。Pi 网络目前没有运行一个 ICO 或任何类型的众筹销售，任何一方冒充圆周率网络或其创始人进行买卖或上市，都是非法的、未经授权的、虚假的，与圆周率网没有隶属关系。保护你自己，小心模仿核心团队成员或版主的可疑配置文件，不要在网上把你的个人信息给任何人，永远不要分享你的 Pi 钱包密码。第三个消息，美东时间3月21日，尼古拉斯在开发者频道回答了派友关于派钱包问题。尼古拉斯回答说，最初我们专注于派，当钱包的设计目的是能够支持各种加密货币，我们准备增加此功能。派妹对尼古拉斯的回答是这样解读的：派钱包的设计就是可以储存比特币、以太坊等各种加密货币，但是目前派钱包主要用于存储派本身，过一段时间派钱包将考虑支持其他加密货币。第四个消息，有派友问尼古拉斯 KYC 为什么这么慢，尼古拉斯在开发者频道这样回答派友：是的，它会加快速度，速度取决于那里有多少验证者，验证者从池中抽取完成 KYC 的人，随着越来越多的派友 KYC， 验证者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进而释放的 KYC 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正循环。第五个消息，来自中国央行行长李李辉的发言，他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了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脚步声。下面我们一起听听中国央行行长都说了什么。人类必将进入未来全球数字金融时代，而当下传统的金融形态正在疯狂膨胀、扭曲，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以米国为首的很多主权国家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巨额债务，越来越多的民众也不愿意让货币泡沫稀释自己的财富，因此在未来某个时刻会不可避免地爆发一次毁灭性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类将义无反顾地进入到全球数字金融时代。而现在呢，人类正处在跨入未来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门槛的前面。
如履薄冰的心怀忐忑的前行。有人可能会问未来全球数字金融时代与今天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有什么不同？谁来主导未来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交易秩序？各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能否顺利进入到全球数字金融的时空？那我来分享几点看法。第一，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货币特点是货币数字化和货币非主权化。也就是说，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交易支撑的数字货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任何主权国家都无法干预和管控的全球性电子货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越来越失去公信力的主权国家的货币会逐渐被全球自由流通的数字货币所替代。比如越来越受追捧的比特币就是未来全球数字货币的之一，但不是唯一。第二，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交易活动与主权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完全不受主权国家金融当局的管控和约束。如果哪个国家选择不接受或者打压全球性数字货币，将逐渐会被全球数字金融时代边缘化，失去先机。比如当多数国家选择使用全球数字货币作为外汇储备的时候，那后来者买入全球数字货币的价格就会很高。第三，任何主权国家的政府提供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货币，因为打上了主权国家的烙印，在未来全球数字金融市场它不会有全球性公信力，充其量只是某些国家内循环使用的它的自己的数字货币，那本质上还是传统的纸币数字化。第四，当全球范围的终端用户，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选择用全球性数字货币结算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诞生一个规范全球数字货币交易秩序，但无法改变数字货币本质属性的国际组织。任何主权国家可以申请参加这个国际组织。第五，未来数字化的币圈将是一个特殊的公平竞争的行业，充满机遇和风险。任何一种数字货币的成长逻辑和信用值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支付工具。第六，随着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趋于成熟，传统的金融中心高度投机性的衍生交易将会逐渐枯萎。综上所述，全球数字金融时代的到来是基于两个条件：一是主权国家货币信用越来越差、越来越水，精英阶层赤裸裸地用货币发行权和金融投机泡沫共振的财富。进入21世纪以来，大家都看得到全球市场利益合作与冲突的背后是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国家货币的冲突，被一些学者誉为货币战争。任何一个大国都希望本国的主权货币成为全球性货币的替代，而美元的霸权已经限制了很多国家的想象空间。因此，如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能够应运而生一个不受任何主权国家干预和控制的、无法兑水的、能够支撑国际性交易和结算的全球性数字货币，才能保证基于自由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公平交易。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络为上述构想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应用。